这场战争，如果今天美国真的想要把它画下一个休止符哦，他必须要找一个人来斡旋。你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同意之下，你就贸然的发动战争，这是另外一个珍珠港事件翻版。对美国的盟友来说，他们当然就不可能陷入这场有道德争议的战争里头了。那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全球的冲击只是刚开始哦。如果这场战争持续下去，那你整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液态天然气通通都不要出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哦，就是在这场战争里头，其实北京政府已经站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也就是说，未来如果要解决这场战争，唯一能够出来讲话话事的人就是北京政府。川普在突袭了伊朗之后，现在是不是自食恶果呢？我们要来看到，现在西方的盟友孤立了美国之外，在油价的部分，因为伊朗封锁了荷姆兹海峡，所以现在价格已经破100了。美股的部分则是大跳水，习川会现在川普最在意即将要登场的3月份习川会是否也会被因此取消呢？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本来川普觉得说这一场战争应该就是以一种闪电的方式可以立刻的结束，但是没有想到是立刻翻盘了。我们刚刚也谈了非常多有关于战情的部分。那么川普呢，他也希望说西方的盟友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来帮助美国？没有想到我们看到西班牙跟英国是立刻表态了，不会来帮助美国。好，我们来看到是西班牙的首相，包括了桑切斯，他说拒绝美国使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英国呢，美国最坚定的盟友，英国也说这次军事行动我们选择不会参与，包括你也不可以使用在这边的英国在这边的美军基地。川普就怒批施凯尔，你不是丘吉尔，讲这些话也都没有用。另外，川普也说了，除了英国之外，西班牙我会跟你切断所有的经贸往来。川普对这些西方的盟友感到非常的愤怒。那另外一方面，表态的现在中国大陆出来说话了，他要川普还有要美国跟以色列立刻停战。这个北京强烈的表态说，美以的行动这个是错误的。原本规划的川习会，现在北京有没有可能取消或者是延后？这对于华府来说，恐怕是非常担心的事情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特别请教委员又怎么看了？现在川普眼前的问题，除了西方的盟友不帮忙之外，还有他最在意的川习会是否生变了，如何影响到国际局势？川普是不是误判了这最后可能会造成的结果？委员怎么看？是美国的盟友这一次都选择跟美国保持距离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并不具备正当性哦。那你先不要讲说川普已经不承认的国际法了，但是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有没有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你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同意之下，你就贸然的发动战争，你完全是视国际法于无物了哦。那么更不要讲说明明眼看着他们谈判应该要有一些成果了，就是在美国跟以色列发动战争之前，这个他们才刚刚讲好说，马上数天后就要展开第3轮的谈判，而且谈判的气氛看起来都还不错，就忽然之间，以色列跟美国就发动了战争，就大白天就开始突袭，这个发动空袭了。所以这当然完全不具有正当性啊！他就觉得说这是另外一个珍珠港事件翻版，明明不是在谈判吗？就接下来马上都约好时间了要去谈了。那你把库纳许，你把美国这些谈判代表就当作是玩偶就对了，就摆在那里骗一骗人家，然后你背后一手拥抱一手插刀。那这样的做法对美国的盟友来说，他们当然就不可能陷入这场这个有道德争议的战争里头了哦。那么很显然的哦，就像刚才大家在讨论的，我认为美国这一次很严重的被以色列误导了。那说误导可能好听一点啊，说被以色列操控可能比较实际一点哦。就是这你不得不佩服这个以色列的影响力，就是美国也好，或者是像川普也好，几乎就是把以色列奉为大哥了。就是这个以色列讲的话，以色列要做的事，川普完全使命必达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把美国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境地里。我们刚才不断的在讨论说，为什么现在全球要变成一个这个全球大乱，甚至搞不好还会爆发更大的这个区域战争？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伊朗来讲，你要灭掉我了，我已经是生死存亡了，我绝对不介意拖全世界下水。这是一个常态的心理啊！就如果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面临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一定想说，那大家一起陪葬就好了。那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所造成全球的冲击只是刚开始哦。如果这场战争持续下去哦，就像刚才我不断强调说，舰长说过，如果你在波斯湾布了水雷了，那你整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油这个液态天然气通通都不要出来了。你全球马上就受到冲击了。大家说啊，冲击没什么关系，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全球的股市开始崩盘。
那大家就说，那美国的股市看起来挺住啦，也没挺住，因为全世界的金融体系是联动的。当这个一个地区开始进行全面崩盘的时候，它就马上会像这个骨牌效应一样开始全面倒了。你只是看美国的股市是骨牌的第几张骨牌而已。那么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全球的冲击，其实伊朗的战略很清楚嘛，就是唯有如此，我让你们都痛，不是只有我伊朗痛，那么大家就会想办法来解决这场战争。我觉得像习川会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如期举行，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此时此刻，川普所发动的这场不具正当性的战争里头，如果习近平在这个时刻贸然跟川普见面了，习近平很难去对外解释说，伊朗虽然不是像这个俄罗斯这么亲近，但是好歹也是他宣称的战略伙伴关系哦。那么但是我认为在这一场的这个不具正当性的战争发动之后，反而让北京取得了另外一个更好的这个战略的制高点，就是这场战争，如果今天美国真的想要把它这个画下一个休止符你不要说谁赢谁输了，这场战大概谁都不会赢，谁也不会输，就打那个天长地久了。美国如果要退出这个战场，他必须要找一个人来斡旋了。这个时刻，你说波斯湾的国家谁愿意斡旋？他们已经跟这个伊朗都已经扯破脸了。这个时刻最有资格、最有能力斡旋的就是北京政府。所以呢，我认为，对于习川会有没有可能继续推动下去，除非川普释出更大的善意，他给出更好的利多，那么习近平也许愿意勉为其难。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在这场战争里头，其实北京政府已经站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也就是说，未来如果要解决这场战争，唯一能够出来讲话话事的人就是北京政府了。好，所以接下来的3月份，这个川习会会不会真的成真发生，这个还要持续观察。那北京现在绝对是最重要的调停人。川普现在要担心的事情，除了说接下来的习川会会不会如期举行之外，他还要更担心的是，现在整体的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反应了，恐怕都对于他来说是具有非常大的压力的。我们先要来看到的是，包括因为刚刚提到了嘛，伊朗它封锁了荷姆兹海峡，在这边布了大概6000多枚的水雷在这边，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呢，这个油价的部分已经不断的在飙涨，150艘的油轮现在卡在荷姆兹海峡的海上，油价单日狂飙双位数，布兰特原油的短线冲到80到90美元，现在预估封锁持续的话，油价会破100元大关，天然气价格同样是冲破飙涨了130%。川普一直喊嘛，赶快降息，现在看起来通膨的压力会持续的扩大，那就更不可能逼着联准会主席去做降息了。那所以川普就喊那没关系，你荷姆兹海峡封锁，我会出动所谓的海军来去护航之外，针对资本市场，我也会做这个金融保险的救援，到底有没有效啊？舰长又怎么看？川普经常讲话，就是他一念之间就是随性而至就说了一个东西，他根本没有去问问底下如何去做这个事情。荷姆斯海峡的地形如果你看到这里的地图，你就知道你海军怎么去护航。大家请看这里如果这个可以拉近一点的话，你看这里，荷姆斯海峡在这里，你知道我从这个波斯湾这里走出来，弯到这里这样过去，这里距离非常近。当我一个船走到这中间的时候，我问你，所有这里都是伊朗每一个方向都有可能打一个飞弹过来，甚至一个飞弹快，它有数百艘的飞弹快艇，飞弹快艇也可以打过来，你如何防？这个东西不是说这里东西弯的，而是它的叫做它的反应时间根本不够啊。这个30几公里，我走在中间，大概就是距离陆地大概是10几公里，那个飞弹一下就到了，那我怎么防？我去保卫别人，我一个军舰走在里面，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如何自保，我如何活着出来。那如果一艘军舰在这里，那军舰都上百亿的，一个叫做油轮也不过才几十亿而已啊。那你认为，如果我今天要去打这个护航的油轮，跟那个护航的军舰的时候，这油轮的时候，你要打谁？我先选择军舰，那是高价的，我怎么会打油轮？这是一个。那土耳其，对不起，伊朗有高音速空传飞弹，它的飞弹的性能我查了一下，比我们的雄三还要好，就是更快一点，打得更远一点。他用这个打，我现在跟你讲，他在这里面这么短的时间，几乎很难防，你知道？理论上可以，实际上都非常难。所以他会不会用这个去打他呢？我告诉你，别以为他会打。所有的角色都要去想，如果我今天他不说他在外面有一个航母，对不对？我派了5个这个飞弹快艇去打5枚我刚刚说的那个超音速飞弹，然后把它航母打沉或打很重，然后呢？
然后这个国家就基本上就完蛋了，美国就要你的命了，所以他会去做一个考量。任何作战不是说你这样完毕就结束的，没有结束啊，还有后续。然后刚刚委员说几次啊，就这一次所有的封锁都是靠飞弹封锁。如果他说停，立刻停。有一个指标，大家去看啊，只要看到这个指标出来，就知道完蛋了。他如果在这里布300颗水雷，就完了。为什么？整个就堵住了。2012年曾经在这里做了一个30个国家的排雷的演习，放了29颗雷，进行了12天，找到的雷不到一半，非常非常的困难。那还29颗，你只要摆300颗雷，就真的符合委员说的，他要跟世界同归于尽。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指标。好，一方面是荷姆兹海峡对于全球的影响非常的重大，而且包括了整体的油价都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美国的股市，川普上任1年多来一直在吹的就是股市涨非常多嘛，这是他的重要 KPI。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道琼盘中暴跌了1200点，全球股市一起全面下挫。干哥怎么看这个后续的灾难性影响？对啊，你川普好不容易弄出一个政绩来了，结果一打2天完蛋了，道琼下跌1200点。我告诉你，那个1200点对美股而言是很大的灾难，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川普马上及时跳出来说：“不要怕，原油我会派军舰去保护的。”然后这个傻乎乎的美国人就相信了，就反弹了。后来只跌了400点而已。我可以跟你讲，再过2天一定又会再跌到那个数字。因为它不仅仅是道琼，它连纳斯达克摩根斯丹利，它都那个摩根指数都跌，只是深浅程度不同。美伊战争爆发，川普跟他周边的人士现在是在大赚战争财吗？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一位神秘人士，他猜中了美伊会开战，一夜之间赚进1000万元新台币。另外呢，马克宏现在看到美国不可靠了吗？最新他宣布要扩充他的核武。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在开战前，突然间 X 平台上面有了一个赌局引发了许多的质疑声，说这个消息是不是提前的泄露了？有人有了内线消息，知道美国要对伊朗展开攻击吗？因为呢，我们来看到了这个消息传出来，这个赌局开出来之后，我们看到民主党议员怎么说？他说，这位神秘的人士啊，他赌注美国会对伊朗开战，结果确实就一天大赚了51万美元。换算新台币1600多万元，他说啊，这是川普身边的人在大发战争财啊。美国的参议员也这么说，认为这个行为实在是合法，但是非常的荒谬，称他说要提一个法案来封锁此类的交易，内线交易。再来看到亚利桑那州的这位参议员，他说这是明目张胆的内线交易，并且痛批说你怎么可以利用阵亡将士来中饱私囊，简直是丧尽天良。这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在偷偷赚这个所谓的战争财吗？会是川普的朋友吗？干哥怎么看？美国什么事情都能够发生，连这种赚死人财的事情都能够发生。好，我先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叫做未来事件预测平台，叫做 Parley Market。这个 market 呢，就是接受会员来下注，但是那个下注金可不是5块美金、10块美金的，一下注要下2万美金的。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专门告诉你说，我们有内线交易。当开始开赌盘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讲的什么话吗？当那个炸弹开始落下那一刻，你们就可以下注了。什么时候？2月28号前。为什么他们这个平台会知道？他们的投注的曲线跟事实的发展的升高升温的战争曲线是吻合的。请问你怎么会有内线交易的资讯才会知道？这个除非白宫的幕僚长，或者是能够知道美军前沿部署的军方高阶人士才会知道，对不对？对。我今天跟各位讲一下，就像你要采取某种秘密军事行动的时候，所有的战斗群里面的这个战舰的舰长知道而已，只有舰长会知道，航空母舰的舰长会知道，其他人通通不知道目标是什么。然后派出去的飞机到最后一刻才会告诉你，所以今天到底谁会知道这种东西？
那都非常高阶。大家要理解，所以 Party Market 它怎么有办法会事前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发战争之财？这些参议员跟众议员的疑惑不是没有道理。其中有一个人单天一天赚了$515,000，这个人获利最大。其他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获利比较小的，他一下注下$2.6万，结果他赢了多少？他赢了$20万，他的获利是7倍，一个晚上赚了670万台币。就像这样子的情况很多，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是怎么样？那为什么这个 Party Market 他会知道这个真的在28号当天会落下炸弹来？一定有消息。为什么不是29？我跟你讲哈，他们在28号的那个下注金额达到最高，总彩池$9400万，然后下31号的只有$4200万，这一切都可以当做调查的依据。所以我今天可以讲一句实在话，川普身边的人是不是赚翻了？我们是不是合理的怀疑？好，这个时候有人还在赚战争财哦。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那国际社会也有许多的国家现在站出来痛批美国跟以色列。我们今天来特别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了。好，外长王毅特别痛批美国是违反了国际法，并且踩了红线，要求美国、以色列赶快停火。俄罗斯总统普丁则是痛批美以残酷、违法、冷血、谋杀，挑战人类的基本道义，也违反了国际规范。我们看到川普的动作，一边是在跟伊朗本来还说要来好好的谈有关于核协议，结果另外一方面他就直接出动军队了。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未来还有谁相信美国？谢大使怎么看？美国这一次是搞得像日本人当时突袭珍珠港一样的做法。日本的军阀当时突袭珍珠港的时候，日本跟美国的谈判代表，友好条约的谈判代表还正在华盛顿谈判呢。对，那发生以后，美国人还算客气，让他回去了啊。可是当时那个时候谈判代表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也被出卖了。可是搞偷袭，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国家啊，不是只有日本啊，美国也是其中之一啊。不过我认为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以色列的外长在事后讲的最透彻。他说，我们以色列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伊朗的现政权。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生存最大的威胁，所以以色列从头到尾就是要把这个政权干掉啊。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你美国你是打着什么名义一直在欺负伊朗呢？就说你要发展核武嘛，已经压着打伊朗打了20-30年了，对不对？那些什么经济制裁啊，还有过去几次对伊朗动武，都是为了什么？废核。那你废核也好，后来又提出了废导，把导弹也废除。那你怎么会把人家政权整个怎么样？40几个人一起端掉，而且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说，你们还在谈判中，而且谈判第3轮谈判还说谈判的成果非常好，因为当时伊朗也很高兴说这次谈得非常好，然后呢，我们已经做出让步了，对，那时候这个卡达外长也说，哎呀，他们已经怎么讲？伊朗已经同意啊，要怎么样？他永不发展核武，然后要把既有的这个核，就是说这个浓缩铀还要交出来。讲的就打了。我认为其实美国一直是2手策略，甚至3个战略一直在进行，只是说正在谈的时候呢，没想到突然他们掌握了这个科梅内伊的行踪，情报。情报，哎呀，这是天载难逢的，这就要看川普一个人决定啊。这个是怎么讲？没有武德的作风，不是大国应有的行径，对不对？偷袭人家去炸别人，那结果造成这个结果。那川普一定是他最后敲板的嘛，对不对？最后呢，那他才不管谈出了什么结果，就把真面目放出来，我就是消灭你这个政权。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伊朗现在呢，他基本上就变成伊朗为什么最后不谈判了？因为说我谈也是死啊，我不谈搞不好还有活路呢。是，所以呢，伊朗现在只有抵抗一条路了，不可能再谈判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谁看在眼里？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看到美国这种不讲武德的一个方式之后，现在最新消息来自于法国总统马克宏，他这样说的：下令
全面增加法国的核弹数量，等于是1990年代以来首度的扩充了它的核武，而且呢，未来不会公布核武的数据。马克宏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马克宏说，法国的核主力新阶段，我们正在走上所谓的先进核主道路。他还说，想要自由就必须令人畏惧，想令人畏惧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像这个怎么看？哇，马克宏这次提出有关于他这个核威慑，法国自己要走自己的核弹大国路线哦，还是让大家还是吓了一大跳。因为这不是他过去的个性了哈。虽然法国人确实都很一厢情愿，而且自以为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这个概念也是，但是不太一样。那么，首先我们必须要来盘点一下，法国在整个欧洲国家里头，法国确实是拥有核弹数字最多的国家。那么，他们有大概约莫300枚左右。那么，而且它的核弹的发射可以透过潜舰，可以透过军机。那么，另外一个就英国啦。这些其实过去虽然都有做核弹能力，可是要知道，1990年代呢，到现在已经将近30-40年都没有再进一步发展，比如说没有更厉害的导弹等等。整个欧洲来说，绝大多数都是透过美国方面的所谓的这个核共享，像德国不能有核弹，他们可能有能力但没做，都是用他们那边的美国自己本身的军事基地在那边布有核弹。像荷兰也都有，土耳其包括意大利都是。所以过去其实，在欧洲来讲，没有那么积极活跃的这个有关于核弹或核威慑力量，算是在马克宏他是第一次提出哦。他一提出，当时俄罗斯很多都是提出批评，但你不得不说，确实是在最近整个在全世界，包括欧洲国家中弥漫一股所谓实力主义至上这样的概念，因为都说现在旧秩序没有了。所谓的过去的旧秩序，在整个核能力这个部分、核威慑力来讲，基本上都依靠美国啦。那像法国跟英国这些自己的国家，也没有在很积极的在发展这方面武器的实力。所以，因为现在都在期待新秩序嘛，这个新秩序时候，就使得过去我们比较认为像法国这样比较温良恭俭让然后的国家，看起来现在就是改变。但我必须得说，我觉得这个思路里头是真的被川普影响，全球正在感染的这种实力至上或威权主义。但不得不说，这是你说要攻击别人，不是有核弹是要自我保护。我觉得大家在这次看到，就是因为现在伊朗核弹还没有弄好。对，你看北韩呢？对，北韩小猫咪啊，相对来说，可是核弹就是有了，美国就不敢轻易动它。我相信这也是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持续讨论美以现在突袭轰炸伊朗的原因为何，是否也在要颠覆政权，对中俄来做施压呢？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接连的动作，打了美国之后又打伊朗，是不是也在为接下来的川习会铺路呢？川习会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变数？今天这一节我们会持续的一起来关心。好，再看到的是美以联手打了伊朗之后，引爆全球动荡。现在包括中俄也已经出面来表态喊话了。我们先来看到中国外长王毅怎么说。他说呢，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伊美的谈判进程当中，那么对于伊朗发动袭击不可以接受。那么公然的击杀了主权国家领导人，是鼓动政权更迭，更不可以接受。中方反对并且予以谴责。俄罗斯的外长也出面喊话，他说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的打击，已经严重破坏整体中东局势稳定了。俄罗斯跟中国的立场是一模一样的，俄罗斯希望跟中国一起加强协调与沟通，呼吁立即停止战事，回归外交谈判的进度当中。中俄现在等于说直接两方都已经站出来力挺伊朗到底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军事上，跟伊朗都有长期的合作，也被视为是重要的盟友。这一次伊朗遭到攻击，同时也当然会打乱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中东原本的布局。但是我们也来稍微回顾一下，川普在今年他的动作非常的多，打击的对象从先前的委内瑞拉到现在的伊朗，怎么都跟中俄有关系？会不会他剑指的就是中俄，而特别是不是剑指中国大陆？杨老师有怎么解读？我就引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美国的学者葛兰仪，他在 X 上面发表一篇，他说北京对台自有其自身的时间表跟战略，不会受到伊朗、委内瑞拉或乌克兰的强烈影响。那些纸上谈兵的中台关系专家括号应该停止预测习近平会利用每一次全球危机来夺取台湾。
其实啊，从昨天到现在哈，我们在台湾也好，不管在美国也好，好多人在说啊，美国攻打伊朗会造成这个两岸之间的稳定啊，还是什么的，一大堆预测都出来。我说啊，这些人真厉害，葛莱伊一下打脸这些人。哦，讲句实在话，王毅跟拉夫罗夫所讲的话对不对？对啊。川普去打一个国家，这是合法的吗？当然是非法的。你有没有找到他核武的证据？没有啊，连那个洗衣粉都没有啊！你不是在谈，人家都愿意去跟你谈。你要打，其实我们刚刚讲了，我觉得他就是为他的这个需要，以及为他的胜利上，以他看到哈梅尼可以大概一次把他给斩首干掉。那可是这种东西，就基本上像是一种已经没有任何秩序标准的新君主这种霸权作为。到了21世纪，你看到川普他的一切是这种裙带资本主义加上新君主主义，就随他的喜欢。那一定有大国要出来讲话，连英国这次都只是同意美国用他的基地，但是英国都没有说我支持这个作为，但是他强调他不参与。欧洲国家都说这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只有一个国家第一时间跳出来支持川普，高市早苗。那是因为他们需要川普这个支持来对抗中国。可是，在今天的国际秩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秩序可言。强国的随意的作为，真的是随他喜欢。那但是这个时候有大国出来讲话，我们就把它去做等号，说你看这个都是跟中国、俄国关系密切，某种程度也许是。那伊朗2015年跟中国大陆谈成了一个几十亿美元的石油方案，但是这一次举例而言，伊朗每天出口300万桶的石油，大概有80%是往中国大陆。对。就算300万桶都没有，其实对中国影响也不大，因为那个比例很小。那它也可以立即的从俄罗斯跟别的地方取得这个替换，而不像是我们台湾其实从尼米兹从中东来的，占我们的原油进口大概是60%，占天然气大概是2%，所以对日本、韩国、台湾影响比较大。因此这个时候你来说，这到底跟谁关系密切，可能都忘记跟我们台湾关系最密切。所以这个时候，很多这种所谓纸上谈兵的一些战略专家会告诉你，从他的政治的立场或者是意识形态，那美国也是一样，同样会有这样一个说法。可是我们已经回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了。那这个时候，你不需要从所谓的过去的那种思维意识形态来去看待。我觉得中俄在这一次的立场上，当然是觉得美国是跨越界限，可是呢，他也知道。这个是现在新的国际丛林法则。那他所说的，也许我们认为是没错，但是又能够影响现实如何呢？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攻击之后，中俄就立刻发出了声明来做谴责。但是我们也要关心说，这个时间点因为比较敏感，因为紧接着3月份就是川习会，3月份的时候，川普就会去访问中国大陆，到时候会讨论中美的贸易关系，还有关税跟台湾议题。那现在也有一个说法是说，为什么川普要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先去抓了美国的马杜罗总统，然后又斩首哈米尼，是不是要跟这个川习会里面为自己增加筹码，又或是要埋下更多的变数？那委员又怎么解读川普的动作？我倒是不认为川普因为打了伊朗以后，他到中国大陆就比较有本钱对习近平讲话。我不认为这样讲。是为什么？因为虽然王毅讲说应该以谴责，然后这个拉夫罗夫说：“哎呀，你应该谈判。”这是外交官讲的话。哎，你只能什么？你只能谴责。你只能谈判。刚才有文兄讲对了哈，从 O to B， 对与不对绝对是美国不对，以色列不对，但是只要战争一发动，就没有对错是非，只有输跟赢。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历史上就是这样子啊，很多讲了一大堆道理，都开战以后，最后赢的人解释。这个好意外吗？没有好意外的哈。所以对于川普，他当然有他内政上的需要，个人的一些想法，但是他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他举出来的台面上说，要你废核，要你废导弹啊，要你废弃代理人，然后更重要，要你废弃教师政权。他4个目标啊，很清楚啊。而这个4个目标也是他打这一次
真正的战略上的需求。所以他抓马杜罗就是在他公布说大西洋就是整个中南美洲就是我的势力范围，你谁都不敢跟我这样。就马杜罗抓了以后有没有效果？立竿见影，有，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巴西总统卢拉敢讲什么吗？没有。哥伦比亚总统还敢讲什么吗？没有。连那个尼加拉瓜的总统奥特加，川普下令叫他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他乖乖释放啊，连话都不敢吭一声。然后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尼加拉瓜选举，说你如果给我选出个反美，我就揍你一顿。那些选民乖乖投一个中间偏右的选民出来，这个就是立竿见影，你不能当作没看到它的效果。在国际政治上，武力还是很有用的。那你今天打了伊朗了以后，以色列在那边就当美国最大的军事基地啦，它可以牵制中东所有的国家。很多人讲以色列说啊，以色列把美国牵着走，错的。跟美国利用以色列作为它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其实以色列整个就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在战略上来讲，牵制附近所有的国家。所以对于这个美国，因为打了伊朗以后，就强化了它作为以色列作为军事基地在中东的影响力，它等于就可以对所有的石油输出国家，这个说一不二啦。因为你想想看哈，中国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占中国进口石油多少？50%。然后伊朗的占多少？伊朗占中国进口石油的13%。你知道基于这两个数字是代表什么含义？代表说我跟中国谈的时候，我多了一项筹码，就是石油。对。那中国这个50%来自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容不容易被取代？应该很容易被取代，因为它有个俄罗斯啊，所以中俄两国啊，如果绑得更紧密，那对中国来讲，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够中国相当大概70%以上可以补足，没有问题。只是在运输的路线上啊，因为没有做好，只有天然气管线做好，石油管线还没有做好，或石油运输系统还没有做好。那所以你说要威胁中国，这个也谈不上，这不是中国不能解决的问题啊。那你有人讲说，哎呀，中国就不会让他去北京访问，也不会，为什么？因为北京也有很多要从华盛顿要到的东西，所以互有需求。那你说伊朗对中国，中国只是因为面子上比较少啦，伊朗也谈不上中国的盟友啦。那你这个一个朋友被打，你帮他讲2句话也 OK 啦。你说真的为他卖命，那不可能的事情啦。中国有自己的利益啦。好，那我们也看到，那这一场战争在爆发之后，我们也看到现在中东可以说是乱成一锅粥。但是伊朗呢，它持续的加强打击。刚刚我们提到了嘛，伊朗除了打击美军的基地之外，还有以色列之外，它现在也在扩散，是无差别的做攻击。我们要统整到了几个大家比较惊讶的地区，包括现在是连杜拜都不安全了，非常多的航班也受到影响。还有呢，卡达的首都杜哈、阿曼的香港、杜洛姆都遭到伊朗的攻击。其他像是呢，在杜拜的国际机场、帆船、饭店都传出有爆炸跟火光哦。那民众受伤，中东一夜之间都变成战场。在这个时候，包括了英法德3国都联合谴责伊朗，说必要时候会采取防御的行动。怎么看这种无差别攻击到周围的国家？吕舰长。其实它不是无差别攻击，它是攻击这些周边国家的军事基地。那就是美国的军事基地。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每一个点都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伊朗就是这样不断的攻击，因为它现在美国的想法就是要让伊朗未来爬不起来。伊朗就是想要把美国的势力从中东赶出去，不过这2个愿望是不是能达成，我们就看着那个现在，川普他说他要打四个礼拜，那4个礼拜他的弹药够不够？然后另外4个礼拜那就已经到了他要去出访中国大陆的时候了。那这个也就是他的轻与重，那以及
伊朗对于这个现世的判断的影响，但是呢，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卡达国防部他现在已经告诉了半岛电视台，这是半岛电视台的一个那个新闻画面，然后这一个翻译是 Google 直接把阿拉伯文翻过来的，也就是伊朗的飞弹袭击了卡达北部的一个远程预警基地，也就是这一个那我们称之为普鲁爪的这一个长程预警雷达。所以，如果是伊朗第一时间选择攻击，而且看来也攻击成功了的话，我们台湾就要想一想我们的乐山雷达到时候如果遇到这一个台海冲突的时候，也是第一波被攻击的一个对象。那其实现在的这么多的问题也就是伊朗它本身进行这一个威慑失败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说？现在美国除了有关于浓缩铀要伊朗交出来，而且要停止研发，而且连飞弹都一起合并在内，因为它不断的透过这飞弹去威胁这个以色列。那我们看到之前他公布了，这个是2023年的时候，他公布了霍拉姆沙赫尔这个飞弹可以打2000公里。这个为什么2000公里？因为就是对准了以色列而来。那另外，它有没有高超音速飞弹？那它有没有打过？我们不知道。可是呢，如果按照最近出现在这一个伊朗的世界的一个照片的话，它好像发射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照片，但是它之前实际上公布了这个高超音速飞弹的一些模型。那这也就是我们讲说，它进行这样的威慑那实际上反而引来了反效果。那会不会登陆？有关于登陆的作战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有关于各种舰艇的派遣，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这一次的状况并没有派遣任何的两栖舰艇前往。那这个也就是指明了，川普其实他只想透过这个空中的一个攻击，然后逼着伊朗投降。那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一个部分，我们现在都没有发现伊朗在攻击这个或者是拦截这个对他攻击的各种飞弹或者是各种的这个战机。可是我们却看到了伊朗在拦截这一些无人机的部分。它为什么拦截这些无人机？这个其实是我们所看到的 MQ9 的无人机那这是美国的无人机，那它这是一个连续画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又被击毁了。那如果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它这里下面有带一个夹舱那这个夹舱到底是做什么的呢？也就是其实美国这一次它除了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军力之外，那它其实还做了那个有关于我们讲到 sensor to shooter， 也就是他在做这个有关于数据链的干扰，也就是他带的是这一种夹舱。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每一次的作战其实也是美国对他国的他的武器的一个测试。这一次他已经将这一个对于数据链的干扰已经进行了测试。接下来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关税战的部分。现在川普惨了吗？因为呢，最新消息统计起来，一共是1800家的美国企业已经正式的对川普提出了告诉那么接下来会关心的是会不会接下来美国政府就要得退关税了。好，赶快来看到的是川普一直很自豪的他的关税政策，最高法院不是判决他违法了吗？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判决一出来之后，掀起了美国自己内部1800家这个美国最疯狂的一个提告川普潮。1800家企业里面呢，提告的厂商都有非常多是非常知名的，像是好事多、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以及呢邦诺书店等等。那么在这个法院提出了最后的判决之后，包括了联邦快递也开始做提告，预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企业来针对川普的关税来提告。那么如果川普接下来要付出代价的话，那么现在预估金额是高达超过了1750亿的一个关税的退款金额，而且这个数字可能持续增加，官司可能持续打下去，这笔钱最后谁来出，有可能就是美国民众自己得负上责任了。苑老师怎么看目前的这个判决的下场？
我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这个自从这个上个礼拜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川普的在这个今年这个4月2号，去年4月2号所执行的所谓的对等关税违宪，请大家记住啊，就是说宪法并没有赋予美国总统有这么大的权利啊，这是属于国会的权利，所以我们应该称之为违宪啊。那个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啊。大家对美国只知道它是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不知道它是个法治国家。美国是处处讲法律的国家。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美国的话呢，有理走遍天下是没有用的，要有法走遍天下啊。那我因为我弟弟是在美国读书的，他有一次跟我讲一个案例，我就知道美国人兴讼是多么普遍的事情。就是他有一次接到法院那个罚单呢，就是他不是，就是警察给他一个罚单，说他超速以后，然后他马上一到了地方去讲那个地点，有个树刚好把那个树线的牌子挡到，他马上跟法院提起诉讼。我弟弟原来是根本这个很就是好像跟我讲起来，我是个比较活泼，他是个比较呆板的一个人啊，讲呆板不好意思啊，他喜欢看我的节目，但是他在那种情况下的话，他跟我讲，然后后来他胜诉，在美国就判他胜诉，因为那个树枝的确挡到了树线。我要说明这个重点是这样的，因为川普现在他用了一切的方法。我首先第一个，川普的目的是要用对等关税来满足老百姓赚钱的欲望。同时的话，要增加他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获胜的可能性，对不对？这是他最大关心的。但是现在有1800家的企业跟他要1750亿的钱，在这种情况下，一家平均起来一家要1亿，这个官司诉讼，川普是不怕打官司，但是他很怕。他在今年11月后变成一个跛脚总统，他一直不断的被弹劾，他有多少事情会被弹劾？请要了解哈，就是光是今天来讲的话，就是讲到这个关税的事情，讲到这个爱泼斯坦的问题，讲到 Hillary Clinton 的话呢，他们就是磨刀霍霍，大家集体要进行一场对川普凌迟的大阳谋。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是说未来这个关税虽然4到5年打下去的话，但是川普本身他受得了吗？而且大家不要忘了，美国变成那个极度分裂，所以你看那个2天前的那个国情咨文报告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笑的画面不是川普讲的内容，而是那个 Mike Johnson 跟那个范士两个人。2分钟不到就站起来鼓掌一次，2分钟不到站起来鼓掌一次，后人家都觉得说范士根本都不用再坐下了，一直不断的鼓掌。这个说明了美国是一个极度分裂，而且又是一个法治的情况下。那你想想看，双方的律师都会彼此的攻防。我跟你讲，美国接下来不用做事，光打官司都打不完。好，对，没错，这一个关税的判决结果下来，现在川普最担心的就是他的期中选举到底接下来会有多大的影响。那这个判决出来之后，这些金额谁来买单？现在说嘛，美国民众成为最大的输家，那赢家又是谁呢？来自于最新统计是国际贸易监测组织的统计，他们说不像川普过去屈服的这些国家，现在竟然是成为最大的赢家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到几个数据，也就是说，不向川普屈服的国家，目前看起来真的整体的关税幅度是下降的。首先来看到巴西下降幅度13.5%，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中国7.14%，这个是下降的幅度。印度下降5.6%，加拿大下降3.2%，其他还有包括了墨西哥跟越南。跟这个川普达成协议的国家，反而它的关税呢是不降反升的。日本增加了0.45%，其他包括了英国、德国、意大利、南韩都有微幅的增加。所以代表说不向川普低头的国家，现在是赢家吗？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因为这些税叠加的税率会反映到整个的物价上面。对，它卖到美国去，那因为有了关税，东西变贵了。别人变贵进去的时候，那卖给消费者就是贵了。消费者感觉到我买的东西以前是8块，现在变成10块钱，为什么？因为我把税率给你加进去啊。这个赔本的生意没人做的啦。他今天要卖过去，他一定要我就是这个钱，你要给我加税，我就给你加到商品上。他不可能我自己吸收，那我自己吸收，我不是就亏了？我这个生意我刚才卖到其他市场，干嘛要卖到美国市场？但是现在来看底气够不够？如果底气够像这个意大利也好，德国也好，英国也好，他们底气是比较强，但是他最起码他的经济力量，先进工业国家可能跟美国他可以有一些条件跟他谈，因为我不卖你美国，那我卖到其他地方去我有这个条件。但是有的时候底气不够啊，比如说像日本、像韩国、像欧盟的一些
小国家，尤其东欧这些国家是比较依赖美国市场的，还有美国驻军的，也需要向美国做采购军购的，他的底气有点不够不够的话，他就感觉到就不能跟美国在这边争取相当的条件，那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跟美国来谈。所以我认为分两个，就是你这个国力强不强，依赖美国市场高不高，主动性够不够？你主动性够，那我的商品我不卖给你，我可以卖给其他有替代市场、有补偿的来源，那这个可以。所以我认为这是分两个。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包含印度、包含这个墨西哥、包含巴西、包含中国大陆，因为他当初没有跟美国签，但是他们也在等，他们知道，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美国大法官一定会这种事情呢，他会来做个定夺。他们在等呢，等的时候果然押对了，大法官判川普你这个对等关税违宪，然后重新来检讨，他们终于等到了，因为这个他们都是经过他们的幕僚、经济智囊在分析。这个还会有变数，因为司法、行政、立法，美国是三权分立的，不是你川普说了算。虽然他是这个总统制的国家，但是问题是他也受制于法治啊，也受制于美国宪法，是这个样，所以他们也会等。所以对美国的政治的文化，还有政治社会化，还有他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运作要有了解，才知道这个时候要压还是这个时候不要压，然后要压还是不压，对当事国有哪些最大的利益，这个来考量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智慧。那这个政治智慧不是光靠政治，要有经贸的背景，要有国际的整个宏观的背景才可以。我认为有些国家，它的在分析上面，他把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的特色看到了，所以在这一次的对等关税上面，它是占了一些上风。好，占上风的国家刚刚提到了非常多个嘛，将军也特别帮我们提到，那这当中其实也包括了中国大陆。到现在为止，在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川普的关税违宪之后，我们看到川普他也对许多国家再持续的加征关税，最高甚至叠加到15%，但是对中国他不敢。现在在猜说是不是他担心，因为3月份他要访中了嘛，所以他不敢对中国多做什么样的动作？厉将军怎么解读？我们看这张照片，你像不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金毛狮王拿了一把这个屠龙刀，还没出校的然后就拿在那边，然后跟全天下讲说，这个宝刀屠龙，这个号令天下，谁敢不从？这种像不像那种场景？有。可是到了今天，这个美国大法官给他打脸，就他宝刀一抽出来，发现只是一把水果刀，不是真的宝刀，他绣的。他当初去拿了那把屠龙刀，还没出鞘的屠龙刀，去威胁全世界。那有些国家比如说像我们台湾来讲，就信了他那把屠龙刀可能真的很厉害，然后就跟他签了很多的条约嘛，包括日本、韩国也是一样。但我特别要补充一下日本跟韩国目前只是说承诺投资5500亿或者是5000亿，并没有正式签约。那反观跟中国大陆来讲的话，那个中国大陆一开始就跟你硬杠到底。我们都记得中国那时候讲说中国不贵，那时候特别讲这句话。那如今他宝刀一抽出来以后，发现只是一把生了锈的水果刀那当然选在这个时间点，川普要去跟大陆会谈，那这个时间点就很巧妙了。我们整个大态势来讲的话川普一定是居于不利的地位。举例来讲，中国大陆你这时候关税那时候关税所谈的税率已经这个被大法官打脸了嘛？那包括芬太尼这些关税，你都不能再征收。那当对中国大陆是有利的。我举一个最简单，大陆这时候他可以跟你讲说，我不买你黄豆了，对我也不买你天然气了。那你川普你怎么跟你的农民做交代？那我中国照样东西我可以继续卖到你美国，因为我卖过去的东西很多都是你民生必需品需要的你必须要买的。那川普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间点这个认输呢？他当然不会认输嘛所以我认为后续来讲的话，他希望在这次跟中国会谈之间，最起码他的川普赢学要回来。什么叫川普赢学？就是说他嘴巴讲说我赢了，就跟他在国情咨文里面讲的，我们赢了，我们赢麻了我们赢到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他后续来讲的话，跟中国见面，他也一定会拿出这一招，然后对自己国民大内宣。这样才有利于他其中的选举。那他怎么样来做呢？所以一定在某些事情做退让，跟中国做某些事情做退让。当然，以中国大国的这种智慧来讲的话，可能在某些东西上面会让给你一些
让你川普回去之后可以大吹大擂的。可是真的是有骨有肉的东西哈，中国一定会要到底，所以这是很明显的。我认为有些项目来讲的话，对中国不痛不痒的，然后有给你川普做到面子，让你心知肚明，这次我是给你做面子。这一部分，这个川习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会让哈，譬如说举例来讲，会不会中国这前2天我们看到？这个跟德国总理答应跟他买120架的空客班机嘛，那会不会跟美国说，我跟你买波音飞机，买150架，你看买的比这个欧洲还多，这个面子做给你。那黄豆这种项目我还继续跟你买，可是在其他对我中国有利的项目，譬如说是台海之间的问题，你川普就必须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做出让步。我这样让你回去之后，你可以继续吹你的川普赢学，然后可以有利你的其中选举。但是对我中国大陆有利的部分啊，有真的有实质上的利益的，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是不会让的。所以可能整体来看，我觉得中国大陆赢的几率还是比较高。